小孩子风寒发热也是个常见病，是我们中医这千百年来一直研究的一个课题啊。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，任公子天真，从小习医，这种小毛病到他那儿啊手到擒来，而且他又是中针和汤药2大集成者，所以郑总你不必担心啊。没事，我是儿科医生，让我去吧。这是中医的道场，你就不用去了。这孩子生病，没事，我去吧。哎，立川可以，他跟田真是同学，都是任教授的学生，我们检验一下教学成果。是，任教授、吴校长，我对2位的教育水平是相当认可的。但是我是老来得女，从小就娇生惯养，身体就养弱了。发烧看起来是小毛病，去年因为这个发烧还得过肺炎，上过激素，虽然没有发展成这个哮喘，但是现在还时不时有这个哮鸣音，还是有请任教授给看看。你看给他给急的啊！那个，没事，舅舅您看，我想让头头去。哎呦啊，头头怎么行？头头学中医才多久啊？还是让立全跟田真去吧，你别拖大。哎，郑总啊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我这个小师弟，江氏真派传承人，血脉在这搁着呢。小师弟，走一趟。嗯，这样不妥吧？怎么能劳烦传承人这么高的阶位呢？你看看，他还是不相信这个传承人。你怕劳烦他，不怕劳烦我。嗯，没关系，咱俩是多年的朋友，我跟他一起去。没事，你还真让他治啊？等，小女怕针，我怕她一会儿哭闹起来不好控制。喝汤药行吗？汤药也喝不了，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试过，就是灌不进啊。不用喝药，也不用扎针。啊？您家厨房在哪儿？厨房。哦，这么多啊！好了，就这。厨房治百病，拿去吧，给他喝，趁热啊。头头，你干嘛呢？熬蛋黄油。蛋黄油不治感冒。我知道啊。你别瞎弄了。我没瞎弄，你外面等着。好了。完事儿了。走。汤都喝了吧？喝是喝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呢？糖糖说是方便面的汤，这能管用吗？这哪是方便面的汤啊？那是酸头头牌独家退烧剂啊，味道比较像而已。
那个，出汗了，这应该就是书上说的直指了。刚才看到这儿都挠破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呀，4个月前在海南被蚊虫叮咬以后，就发了红疹子，越抓越大，烂了就淌水，好不容易结痂就裂口，孩子受了很多罪，抹了好多膏药，也不见好。到时候您把这个油放到小瓶子里，然后呢每天都给孩子涂一涂，大概3、5天吧，只要不抠破它，应该就能好。涂了之后也不会痒的。这是什么油啊？给您放在这儿。啊，这是蛋。名儿都记不住。这个呢是师傅珍藏的神丹油，什么丹黄油啊，名儿都没记住。神丹油很珍贵的，因为呢它是无激素、无添加啊，小朋友用完全没问题的，很珍贵。这个油呢，它是专门治各种皮疹的。我看了糖糖现在的情况，半个小时之内应该就能退烧，别太担心了啊。那谢谢啊。没事。那半小时不退，我再去找师傅啊？不可能。行。哎，你这个嘴啊，这没一句实话。蛋黄油到你嘴里就变成师傅亲传珍藏神丹油。他要是知道这药这么便宜，这么好得到，况且又是我熬的，你觉得他会用吗？他家这么大，啊，他会相信吗？我就问你，你刚刚给糖糖把脉怎么样？没事了，问题不大。那就行。你怎么知道糖糖有湿疹啊？把脉把的。你能不满嘴跑火车吗？你要是能摸出湿疹来，我都可以叫你师傅了。乖孙儿。哎，要不我过去看一下？不啊，来不及了。啊？我跟他开玩笑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善道要去的话，孩子的病早就好了。师兄啊，这个论看病的水平呢，我们俩是难分伯仲。可论吹牛啊，我还真比不上你。所以我说呢，为什么我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声啊，哎，比你略逊一筹，差就差在这个牛气上。哎，小师弟呀，情况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师兄。头哥，厉害呀！这么难治的病都被你给治好了。糖糖写了，不烧了。他说他要吃炸鸡，什么都别给吃。他还要烧呢，他一般一烧1个礼拜才停当的。这样，还是给他熬点粥吧，是那种米油的那种，让他喝胃气，啊。头头，刚才给孩子用的什么药啊？火锅汤。火锅汤。好，江氏真派的传承人，好生了得，把《伤寒论》理解的出神入化。我说郑总啊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有他这个思路，令千金不会有事儿。你看啊，小孩子发烧1个礼拜，一般来说都是吃了退烧药，大汗淋漓呀。虽然解了表，但是也泄了正气，身体虚弱，邪气便会趁虚而入。令千金喝了他这碗火锅汤，微微汗，正气固体，没几天就好了。金正啊，哎，你这个徒弟教得好。哎，你别翘尾巴了，这才是你第1个病人。我没翘尾巴，我就是觉得你爸他没骗我，
这确实是救真娃娃比抓假娃娃好玩多了，有一种不一样的奥妙。怎么样？你又赢了呗。任教授，真的谢谢你，您跟的神丹油真的有特效，不愧是中医大家。就是不知道这么昂贵的油，我们下次需要又去哪买呢？还痒痒不痒痒啦？不痒痒啦。其实这个油呢，不好买，要不这样，我下回来，孩子需要，我再给带回来。那太感谢您了。别客气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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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谢谢伯伯。怎么了？用的什么油？蛋黄油啊。不是你上课教的吗？你说那个李时珍说的，皮肤瘙痒、红肿、有创面，用蛋黄油甚妙。孺子可教。都是一起上课的，怎么我就没想到啊？你善于学，头头善于用。我就是记性好，这学了不就用了吗？也是中国人讲究的是学而致用，西方文化里边讲究的是为知识而知识。其实有些知识，不是说没有用啊，就是学知识，就让自己快乐。郑总啊，留步，送到这就行了。张院士给您备了点礼物，这是普洱茶，这是5年的陈爱。哎呀，郑总的礼物可都是非常珍贵的。哎呀，只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役在山水之间，恐怕也留不住什么好物件儿。好吧，我把这个珍贵的礼物送给我的师弟啊。头头，头头啊，拿着。我这可是借花献佛哦。谢谢。好了，可心意是真实的啊。哎呀，见到了师弟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生而知之。你要跟你师父好好学啊！中华文明博大精深，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发扬光大喽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好嘞，再会。好，各位再见。连城来5年了。任教授，我得好好谢谢您。哎，那天听了您的情绪课，我真是受益匪浅，我整个人豁然开朗，比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。你跟我说说怎么豁然开朗了？我离婚了。我没跟你说让你离婚吧？啊，对，您是没跟我说，但是呢，您在课上讲了那个，就是要把所有的给你造成悲伤、难过的负面情绪，像扔垃圾一样，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，这样才能让那种新的、正向的情绪腾出空间来，回到我们的身体里。是。你知道有句老话呀，宁拆一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你得让我担多大的责任？不是，这跟您没关系。您是做了件大好事儿，我是听了您的那节课，受益匪浅。现在那些东西我全都放下了。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
就是我以前内心想要的东西，它是完全相反的、不吻合的。如果我再坚持下去，那就纯属我的妄念了。那你内心想要得到什么呢？我当时就是想让一个不爱我的人爱我呀。但是现在，这些妄念都不在了。任教授，您这课要是开个网课多好呀！虽然本来这个课您是开给您的学中医的学生的，但你看像我这样零基础的，偶然听了那么一节也受益匪浅。您要是把这个课放到网上去，那得造福多少人呀？哎，就让你们中医馆把您打造成一个那种特别火的女网红。难？不难。真难。我怎么打造，她也不是女网红。哦，对。这俩孩子在一块儿还挺好，所以说呀，这孩子就得放到一块儿养才养得好。我们家建熙最近心情也变好了，一睁眼就盼着我带他来医馆。还是报家长。咱们医馆的医生也都特别和善，对我们母女俩也好。你看，这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萌萌陪他玩。看着他们好啊，就觉得一切都好了。我下周想请个假。有事啊？这不还得谢谢咱们任教授帮我转发的那个寻瓦的微博，浏览量还挺大的，有2条信息还挺全面，我想去找找。好啊，希望这次能够找到。你放心，就算这次找不到，我也不会放弃的，说不定下次就找到了呀。对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，只要我们有信心。是。那你要走多久呢？这次这地方比较远，出省了，我算了算，怎么也得1星期。简溪怎么办啊？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。那个，要不然让简溪去我们家吧，我可以照看她。姐，你去找瓦的时候，就让简溪住我们家，我以后每天早上把她送到医馆来，晚上再把她接回我们家，你看行吗？就放心吧。我怎么能放心呢？你也是个随时会发病的人，你说万一情绪失控了，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们家简溪现在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了，我可不敢。我现在已经离婚了，已经走出负面情绪了。我打算开始新的生活。简溪是被我害成这样的，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。我这儿有张卡，这里边呢有笔钱，是我离婚的时候分的财产，我1分都没动，全都给你，你拿去给简溪治病吧。那你和你儿子怎么办啊？我儿子还有我呢，我自己上班能养活他，这钱你比我需要，你拿着。初夏，拿着。简溪，你可以托付给他，这样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找瓦。是啊，姐，我祝你成功。简溪每天也得熬药吧？正好，我自己也熬药，就一块儿了。你看行吗？头头，不能再给我整出一个爆炸案来啊！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回不喝酒，不睡觉，保证把萌萌的药疗好。
哎，对了，你大一京城写完了吗？这个月的要码码好啊，明天你师傅要检查功课的。不是，检查，什么意思啊？抄完了为什么还要检查呀？有交有返才叫功课呀。不是，这个抄了怎么了？你没抄？他抄了，东一张西一张，到处乱塞，肯定是找不到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曲媳妇！天天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曲媳妇，救救我！天天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救救我！你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任教授愿景非常宏大，您放心，我们啊都是您的左膀右臂。对，我们一定为您保驾护航，保驾护航。最近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，要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，我们刚好借着这股东风，直上青云。刘总，你负责搭台子，任教授呢，您在台上做角儿，我们呢就在后台做好服务工作。对，我们呢就负责敲锣打鼓、摇旗呐喊，必须呐喊，好酒也怕巷子深。大家看这酒啊，这个酒都知道是纯粮食酿造，但是咱不看牌子，你不喝我不说，你知道这酒是什么香型的吗？我刚才闻了一下，浓香型。厉害，任教授厉害，你们看见没有啊？任教授，您是有真才实学、真材实料的啊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可别人不知道，是吧？你们看看外边有多少骗子呀，打着中医的旗号，什么吃绿豆、吃花蕊，那发了多大的财呀！可任教授您呢？您什么也没捞着啊，我都替您惋惜。对呀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任教授，我觉得您的思路有点问题啊。您是可以干预粗茶淡饭，但您有没有想过传承？您有没有替你的学生们考虑过呢？巴菲特身边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青年跟他一起做投资？因为他有钱。有钱是俗人最容易看见的显性好处，所以才那么多有志青年愿意追随他。巴菲特爱财吗？我不认为。他住的房子5万块一套，他最爱吃的汉堡8块钱一个。所以说嘛，任教授，你有钱了，您可以捐出去。但是呢，您不能没钱。您要是没钱，谁愿意跟您学呀？太有道理了，您可是我们中医界的旗帜，您是象征啊！有您在，中医振兴指日可待啊！哎呀，我们这只是刚刚开始啊！我们中医产业园呢，就好比是一块土地，师承班呢就是一粒种子，我们任教授就是阳光雨露啊！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就负责施肥浇水，到时候我那棵硕果累累的果树结的果子，我们兄弟姐妹就可以共同分享。啊！好，刘老板这话说得好，那就预祝我们这个小种子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来，咱们大家先干一个！来，小张，以茶代酒，来，咱们，这样啊，大家对中医的热爱跟支持啊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在干这杯酒之前，我想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清楚，也算对得起您带的这么好的酒。我这个人，1是1，2是2，巴菲特是巴菲特，我是我。其实说到底，
你我都不是为自己打工的，咱们也别说什么弘扬啊什么，这是大话。首先，咱们得确认一下这个财富的定义。什么叫财富？那不是说你账上有多少钱。如果这个钱不是用在有用的地方，那你的命是背不走的。就好比您买了1000平米的房子，那您就是这房子的奴隶。您买1000万的车，这保险公司兴许都不会给您上保险。我想问问诸位，保险是什么？保险就是老天爷，这账本都在老天爷手里边。如果要是正道的话，您就敞敞开开的去干；如果不是正道的话，老天都看得见，老天都能看出来，你有小心眼儿，有私心。所以医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。你说医生要想发大财，老天会惩罚我们。其实就拿我要办这个师承班来说吧，也许这个师承班是一个非常漫长而没有结果，也许有结果啊，那也许就是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的结果。大家都知道，10年栽树，100年成人。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想着得回报，那咱们就别打中医这个牌子。我这个人不聪明啊，但也不傻。刘总啊，以后像这样的局咱就别窜了，花这么多钱浪费在我身上不值，真不值。来，敬诸位。好酒。你明天不交功课了？这么多，我想了一下，反正我也抄不完，还不如让你爹打我一顿，这样他痛快，我也痛快。我爹从来不打人。啊？是吗？他会直接把你赶走。没意思，上来就赶走赶走的。说这么多，我怎么写呀？这么多，给我吧。干嘛呀？过一点。不是，sorry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不会是要帮我吧？说实话，要写的像你这么难看，难度挺大的。我给你留空了，你填空就行。明白。能去。左手，可能行吗？比你行。那你用脚试试。用脚就大指跟食指，你把它夹住，这样夹住，这样写，行吗？那你反手写一下，你看，这样写，这样，你这样呢？这样背手，
挺酷，这样挺酷，这样腿一抬，这样行吗？瑞孙啊，你说这字儿，字都认识，但我就是看不懂啊。每天写，每天背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写多了，自然就有用。它是一个体悟的过程，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豁然开朗。你从小都在背，你开朗了吗？开朗了吗？不是开朗了没？真有那么难吗？开朗了没？朗什么？朗班，朗，泪啪啪高飞，让我笑打自己飞来啦。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呢？最近在练广东话啦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呢？不是你让我抄的吗？明天检查。哎呀，不能偷奸耍滑。知道啦。哟，回来了。你这是喝酒了？不多，一杯绝交酒，就是好酒啊，可惜了。你又把谁给得罪了？不是，谁又把你给得罪了？怎么叫得罪啊？这叫因缘聚散。那咱俩也是因缘聚散呗。年龄大，喝一杯就醉，说胡话呢。哎，你上楼的时候看见头头了吗？在那补作业呢。哪是他补，是你儿子替他补。怪不得我说今天隔壁这么安静。哎，天真从来都不正眼看他的，怎么想起来替他补作业呀？你儿子这叫将功补过。哎，不过这孩子还是个好孩子呀，知道自己错。哎，你这是酒后吐真言吗？以后可以多喝几次啊。你我也要一页一页的看吧。行了，这个月的工作完成了。喝酒的事儿翻篇了。我那次就是意外，我下次绝对不会翻车的，真的，我酒量好着呢。行，以后继续。继续喝酒啊？写字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刚刚不是说翻篇的吗？为什么还要写啊？这是1个月的惩罚，之后才是功课。那我可以背，我可以背要性，我可以背要点，能不能不要写？为什么非得是写呢？为什么？叫你写你就写，干久了你就会明白了。我不愿意稀里糊涂的干，稀里糊涂的干就要浪费时间，而且，你不说是不是因为？你也不知道，是不是因为？你师傅也这么教你的，所以你就依葫芦画瓢就这么教我，是不是因为这就是你嘴里的传承？然后，这个懂不懂都得学。我小的时候，师傅教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不像你还没干。为什么？不对，这时代不一样了，而且事情也不一样。
那你小时候不好好学，你不听话，师傅就不收你了。咱俩这不一样啊，咱俩，你让我学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要是不学，传承人没有喽。你这样，你师傅会说你的，对不对？头头啊，你要学会从无序当中找有序。什么意思啊？慢慢学，慢慢品，你会忽然之间豁然开朗。基因果然是够强大，你们父子俩都一个套路，反正说不明白的事就豁然开朗，整得跟玄学似的。既然你不接受啊，不接受。奖励没有？奖励？奖励我吗？为什么要奖励？奖励你说话算数啊！奖励你这1个月的工作都完成了，奖励你为萌萌看药，没再犯错。那你要奖励我什么？抓娃娃？是抓娃娃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是多久？有奖励，那我可在这儿等了。你在这儿待着吧。我在这儿待着。你走啊？奖励，不是等1天了也没看着奖励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奖励你喝酒，我教你怎么喝酒。喝酒还需要教吗？这喝酒啊？中医的医字啊，下边是酒的一半。医哪儿来的酒？繁体。啊，我知道这个嘛，他就这样写的那个。所以说酒也是药，凡是吃药都要顺应天时，喝酒的最佳时间应该是酉时。酉时就是下午5点到7点，记住酉时。哦，怪不得今天你5点多就开始吃晚饭啊。所以在这个时间喝酒，既不伤身，还滋补。喝酒的最佳时间是5点到7点，再配上猪耳朵、花生米，那才是最养生的。所以说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。啊，师傅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啊，就是规矩太多了，事儿太多了。喝酒就得这样，一口干，这才爽，明白吗？记住，酒能益人，也能损人。你要想长长久久，随时都喝，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律。我知道，知道，就是遵循规律。我们平时的知道就是不知道。干杯！说的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小口，不能牛饮呐。你感受一下，小喝一口，这浓郁的酒香啊，在嘴巴里散开，感受一下酒进到你身体里边的行动轨迹。咽了没有啊？咽了，我能不咽吗？我都包在嘴里。感觉怎么样？确实哈，这一块都暖了，这热乎的。所以说有句老话呀，酒能壮胆。酒喝下去，足少阳，胆经。胆经。一直到下边。一直到下边。刚才你说这儿，这儿，
这是阳明镜的线路。阳明镜，所以你觉得暖暖的，很贴心。不愧是你呀，这些你都知道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干杯！什么意思？你把舌头捋直了？就是说你厉害，明白了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今天请我喝酒，这些酒可不够啊，还得再拿点。《本草纲目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过瘾伤神耗血，损胃亡精，饮食适度，是我对你的奖励。来，行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，我也省得跟你分了。哎，我再倒一个，饮食节度，刚说了。哎呀，再来，哎呦，再别来一点，吃点菜。哎呦，嘴边那猪耳朵油，你擦一下吧你。哎呀，那喝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说，就是那么点儿。一点一点。总会有一些青春相遇无关爱恨，也总会有一些人像长夜的星辰。时光啊，悄然无声，记忆刻进年轮，回忆的每时每分都温暖而缤纷。人生某段若没有灯，我为你点亮一程。光里面的人也只是平凡身份，用平凡之身照亮平凡的人。滚烫的灵魂，燃烧一腔的热忱，用一句我们治愈这个世界。光里面的人也只是平凡身份，用平凡之身照亮平凡的人。滚烫的灵魂，燃烧一腔的热忱，用一句我们治愈这个世界。光里面的人也只是平凡身份，用平凡之身照亮平凡的人。滚烫的灵魂，燃烧一腔的热忱，用一句我们治愈这个世界的寒冷。